好，我们今天继续画一幅3尺横幅的好不好？继续画一幅3尺横幅。那这幅的话还是3尺整张横幅啊。我们找一下中线的位置，100乘以50啊，100乘以50。好，我们从这里啊，从这里画一点石头。好，这里画一点石头，然后我们在这里画2朵花。一前一后，一前一后，然后来一些叶子，来一些叶子。好，这里也挑出一些叶子来。好，这个下面也可以画一组叶子。然后这边我们也可以来一枝花啊，一枝花在这个左上角这个位置啊，左上角这个位置。那这一枝上的这个叶子，我们可以把它挑得高一点点，跟这边形成一个高矮的这个关系。然后这里2朵，这里1朵，也形成一个对比关系。好，然后画完之后，我们再看情况。然后后面需要画山石的，我们可以在后面再加一点，在这朵花的后面，在这朵花的后面再加一点山石哈。这个是看情况，看情况加。到后面我们画完看整体的效果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继续来找一朵花来写生。我们上次说了，我们这一次全部画这个2乔或者是倒景。来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朵花。然后我们一起来分解一下，一起来分解一下这朵花的颜色。大家看到这朵花有什么颜色？颜色，第一个我们的底色还是一样哈，底色还是这个太白加3绿加胭脂。好，第2个颜色大家有看到什么颜色吗？朱砂、玫瑰红、牡丹红、胭脂，可以这个颜色，好的。朱砂、玫瑰红，好，这个玫瑰写反了。牡丹红、胭脂，我们这一朵可以用一点辅助颜色哦。辅助颜色，想一下啊，辅助颜色用点焦茶吧，焦茶吧。好，咱们辅助颜色用焦茶，看一下还要不要什么辅助颜色啊？也可以用一点点橄榄绿啊，用一点点橄榄绿，焦茶橄榄绿。好，这个是我们这一朵花要用的颜色。那我们接下来现在开始调色了。3尺整张的纸，好，写一下，忘了写这个纸大小。100乘以50，它就是3尺整张啊，3尺整张。来，我们首先来调底色，底色是这个太白，还有3绿，还有胭脂。好，我们来加点水来调和。调到比纯牛奶稍微的干一点点啊，跟纯牛奶差不多，就是浓一点的纯牛奶也可以啊。好，
我们调底色一定要调均匀啊，把这个太白、三绿和胭脂把它调均匀哈，里面不要有这个杂色。好，再多调一点。我们所有家人们，我到现场去看，大家经常会很容易把这个底色稍微调的有一点稀，颜色有点浅，就是三绿和胭脂不太敢加。家人们可以加多一点哈，大胆一点的去加，好吧？好，调久一点哈，一定要把它调均匀。慢慢往里加，不要一下子加太多了。好，来调久一点。你看，咱们调底色其实要花很多时间，一定要把它调均匀哈，它跟这个白纸有明显的差别。然后我们再把今天晚上这朵花需要用到的颜色，把它挤出来。好，今天这朵花有这个朱砂、玫瑰红、牡丹红、胭脂。好，朱砂、玫瑰红、牡丹红、然后胭脂。好，我们颜色已经到位哈，朱砂、玫瑰红、牡丹红、胭脂、姜茶、橄榄绿。好，我们先来调一点颜色来试一下。我们先调一层这个朱砂，薄薄的一层在笔肚里面，不要调太多了。来，朱砂薄薄的调一层在笔肚里面，然后去调这个玫瑰红，调玫瑰红，不要调太多了啊。然后笔尖蘸这个牡丹红，好，我们先来试一下，这个颜色。这个颜色感觉还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，可以把这个这个朱砂再多调一点点啊，朱砂再多调一点点，来把朱砂多调一点。笔尖去调这个玫瑰红，然后这个牡丹红。好，来，感觉这个底色调的有一点点干哈，我们加点水。为什么显得有点干？因为调色的时候太粉了。你看到吗？颜色调不深，有点粉，你发现这颜色我总是想调深一点，调不深，有点粉，那就说明我们的底色可能干了一点点。那我们可以去加一点水，再搅一下，再调和一下啊。
好，那我们把这个擦一下，我们重新调啊。这里刚刚粉有点多，有点粉。好，然后我们可以试一下，把这个橄榄绿调进来。前面就调一点橄榄绿，拉出来调到这笔肚上面啊，然后调一点点这个玫瑰红，调一点点玫瑰红，调一点牡丹红。好，就这个颜色了啊，就这个颜色，我们可以开始了。好，这个底色放到边上。好，这里是中线啊，从这里开始啊，画一个石头。好，我们来墨啊，先用墨，先把笔洗干净，慢慢的蘸一点淡墨，去画出它的一个轮廓，不要一下子用太深的墨啊，等下这个轮廓一下子掌控不好它的这个大小。呀，这个线条有一点点实哈，有点实就不好看。我们干一点啊，用笔干一点，好，用枯一点的笔去画啊，就是不要用太实的笔，不要用太实的线，特别是这个画这个石头，一定不要用很实的线去画，要用一点枯的线条。笔上太干了，我们就蘸一点点水，然后蘸一点点墨，慢慢的去勾出它的你想要的一个形状啊，你想要的这个形状外形哈，意思就是先把这个石头的一个外形大概框架出来啊，框架一个外形出来。好，大概框这样子一个形状，大概先框一个形状出来。好，再蘸一点淡墨啊，蘸一点淡墨。好，再墨稍微浓一点点。画出一些孔，每一次这个石头稍微有一点点区别，咱们不是画每一个石头都是一样的。好，撑出一些纹路，撑出一些浓淡的变化，这个画出它的这个深浅变化层次出来。好，笔上要有淡墨啊，不够水分我们就加一点水，加点淡墨去。好，用这个笔肚去擦一下。好，蘸一点水。好，再来一层哈，后面这里再来一个层，再来一个面。
为了想加一个面，这里再加一层，这一面又要深一点点啊，稍微浓一点点，它又在后面的这个层次。好，我们再来一点浓一点的啊，浓一点的把这个来一点浓一点的墨，点一些这个点在这里，点线面，加一些点进来。好，把这个轮廓这里稍微不要有这个线条不要画的太规矩，我们用这个散锋去画，用散锋去画，不要用这个线条直线条去画，就画的它就有一点就会觉得很生硬别扭。咱们用这个散锋去画出来，它的线条会更舒服一些，好吧？好，擦一些这个纹路出来，抻擦一些纹路出来啊。好，前面这个石头咱们就先画这么多。好，然后我们在石头的边上，这里啊，这里先画一朵花，就在石头的旁边这里，第一朵花啊，第一朵花的位置。来，我们圈一个圈啊，圈一个圈。大家看一下这个构图里面的第一朵花的位置。好，我们先开始画第一朵花了。好，我们开始了啊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来继续来补充颜色啊，补充一点玫瑰红，笔肚里面有一点这个橄榄绿啊，有一点橄榄绿，我们再补一点玫瑰红，补一点这个牡丹红。好，开始啊。开始我们的第一朵花，第一朵花它也是一个相当于像一个银耳形的，但是有带花心的。好，这个花心它有一些被遮挡了哈，并不是说看到所有的花心。好，一个大花瓣，来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这个牡丹红，补充一点牡丹红。这个是银耳形的，它就是很多花瓣啊，它没有说正反瓣特别的规矩的这一种，就是它可以长的，就是这个花瓣的形状长得就会比较特别一点。好，再来，就是它比较乱中有序，有什么序呢？它有花瓣要有大小的变化，颜色也要有深浅的变化，物象要有虚实的变化。这个在基础课里面经常给大家讲到的这个重点哈，大家一定要把基础课去打扎实，打好基础，好不好？所有的家人们，好，笔尖要不停的去补充一点点深色啊，这个花瓣看着乱啊，乱中有序，好不好？有大小变化，有深浅变化，一定要注意调色，就是我们画好一朵花，调色是最关键的啊，一定要把调色调好。笔尖上的颜色也要调均匀哈。如果笔尖上成一条线，你看这个花瓣就有一点成线哈，成一条线的话就不行哈。就是我们避免让这个花瓣成一条线，它就不太好看了，它就显得不灵动了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点玫瑰红或者是牡丹红。好，我们笔尖再来加一点点深色的啊，直接加一点这个牡丹红，直接加点这个朱砂和这个牡丹红吧，朱砂和牡丹红加红一点啊，加红一点，然后调一点点胭脂啊，调一点点胭脂。为什么我们现在就调了深色呢？因为在这个缝隙的地方哈，要
调上，要补上最深的颜色。好，再来加一点点胭脂哈，再来加一点点胭脂。来，再来补充一丁点胭脂哈，再来补充一丁点胭脂，补充一点牡丹红，补充一点点胭脂。好，深色地方哈，深色地方补充一点点深色的，这样子它就有深浅变化啊，有深浅变化。好，这里要补充一点点，稍微深一点点，但是不要太深了这个花瓣。那接下来我们要画浅色的了啊，现在要画浅色，画浅色如果笔上的颜色太深了，我们去把它擦掉一点点，或者是去洗一下，一定要注意细节，或者是你直接把笔去洗一下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在洗笔水里面洗一下，来洗了之后，我们重新把底色调一下。好，这里可以来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花瓣，点加推哈，点加推，不要一下子把这个花瓣直接画过来，我们要有点加推的这种动作。好，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牡丹红哈，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牡丹红。好，基本上花心哈，我们现在定一下这个花心的位置，花心在这里面啊，花心在这里面藏起来。那么定好花心之后，我们就更好去展开这一朵花了啊，更好的去展开这一朵花。好，我们再来调一点点这个橄榄绿，调一点朱砂，调一点点玫瑰红，调一点玫瑰红。然后笔尖调一点牡丹红，一定要调慢一点哈，所有家人们，调色非常重要。咱们这个花的话，调色是最重要的哈。好，这里来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花瓣。但是大的花瓣慢慢的变小哈，慢慢变小。好，让花瓣里面有大有小有变化。来，再来补充一点牡丹红，有这种长一点的这个花瓣啊，各种花瓣去组合。好，笔上现在有一点点干哈。有一点干，我们又来补充一点底色，轻轻的用笔肚去蘸一下底色就可以了哈。然后补充一点朱砂，补充一点朱砂，接下来花瓣我们可以不用调橄榄绿，如果要橄榄绿的话，我们到最后面再去调，好不好？好，调一点牡丹红，调一点玫瑰红，调一点牡丹红。好，这一笔先来一些是个小的碎花瓣啊，来一些碎花瓣，然后让这个花瓣里面有整有碎。
好，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牡丹红，补充一点牡丹红。那像这些缝隙里面啊，缝隙的地方我们稍微可以加一点点深色进来。好，再来调一点点牡丹红，调点牡丹红，颜色一定要看着啊，一定要看着这整朵花的一个色调去调啊。好，这上面来一层这个更虚一点、更浅一点的这个花瓣，慢慢的这个花瓣就会变虚了、变浅了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点颜色。好，有一些比较长条一点的花瓣。好，缝隙里面啊，这个是反瓣，缝隙里面我们可以稍微加深一点点，加多一点点牡丹红，加多一点牡丹红，让这个缝隙里面有一点深色，整朵花会体现出这种深浅变化的这个层次出来。上干了，我们就去加底色啊，一定要有这个深浅变化。补充一点，笔尖上经常要去补一点牡丹红，有深色。来，笔肚上干了，你发现画不动干了，咱们就去补充底色啊，轻轻的用笔肚去补充一点底色。好，然后我们再调一点这个朱砂，调一点朱砂，调一点这个牡丹红，或者是玫瑰红都可以。然后我们把这一块啊，这一块颜色要调的更少一点点啊，其实要调的更少一点点。来，先画一些这种虚的反瓣出来，然后这一块是最虚的、最浅的，我们就再加一点底色。笔尖稍微在这个盘子边缘带一点点颜色，带一点颜色就可以了哈。然后我们来画这个虚的花瓣，啊，点加推，就是点出这种虚的花瓣啊，但是要有这个笔触，你不能说直接画成一坨，我们要看得到这个笔触。好，再加一点点颜色。当然，花瓣也要有大小的变化。根部的地方，我们最后可以加一点点红色进来，像这些缺口的地方，根部缺口的地方可以加一点点颜色啊，加一点点颜色进来。好，这一块是这个虚的，比较虚的花瓣基本上看起来是一坨了，但是我们仔细看它还是有笔触的啊，要有一些这个尖的花瓣要有变化，啊，多一些变化。好，这个缺口里面我们可以现在笔上的底色用完了，我们可以再加一点啊，轻轻的补充一点底色。好，我们再来补充一点这个朱砂，补充一点牡丹红，补充一点这个牡丹红，还补充一点点胭脂吧。来，把这个缺口里面啊，一般在缺口里面的这个花瓣啊，总要画深一点点啊。好，再补充一点胭脂啊，好，来回一下笔吧哈，这个缺口这里回一下笔。当然这个回笔回的有点浓啊，回笔的时候千万不要太浓的颜色，不要太
要浅浅的一点点颜色去回笔啊，一定是一点点颜色去回笔啊，不要太多了。就像这些，你要回笔的话，只能一丁点颜色去回笔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牡丹红，补充一点牡丹红。好，这里伸出来一个花瓣啊，伸出来一个花瓣。这个有点没弄好啊，稍微一点点没有关系啊，这一笔。来补充一点底色，我们可以先画一点点深色，或者说我们先把深色的先留着，把深色这一块啊先留着，我们先把浅色的画完。那我们接下来再画的花瓣，我们要加一点焦茶进来哈。加一点焦茶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我们补充一点焦茶，补充一点朱砂、玫瑰红，好，让它整体的颜色会有一点点区别哈。加一丁点胭脂，但是不要加太多了，一开始不要加太多胭脂啊。好，我们先画一个花瓣来看一下，整体的这个颜色的色调。慢慢的这个颜色哈，慢慢这个颜色再变深一点了，亲爱的家人们。现在看它的花型是不是不好看呢？所有的家人们，现在看它的花型是不是不好看？花的形状没关系啊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大家不用担心啊。就是先开始咱们就大胆的去画，后面咱们再来细心的去调整它的花型。好，来补充稍微深一点点的啊，稍微深一点点的花瓣。好，现在笔尖是笔肚里面没有底色，我们又继续来加一点底色啊。来，我们先调一层这个，调一点点这个焦茶。来加一点点胭脂哈，加一点点胭脂，不要加太多了。再加一点这个焦茶哈，让后面的颜色更深一点点哈，更深一点。好，越到后面的花瓣越来越稍微暗一点点啊，稍微暗一点。这里这个地方感觉还是再缺了一点点花瓣啊，缺一点花瓣，我们待会儿再来加一点啊。好，这个地方还再补充一层，看着这个花型去走哈。最后我们加花瓣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看着花型哈，看着这个花型去加花瓣。
好，你看这个碎的地方，咱们就让它很碎哈，就让它很碎。好，笔上干了，笔上干了，咱们再来补充一点底色。好，这里来一个大的花瓣啊，来一个大一点的花瓣。好，来一个这个，来一些比较特别一点的花瓣，再来补充一点牡丹红，补充一点胭脂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牡丹红，补充一些花瓣，补充一些小的碎的花瓣都可以啊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形状啊，看一下形状有没有哪里需要去调整的地方啊。那比如说这个地方，我们在笔尖上加一点点颜色，调整一下这个花瓣。感觉这个花瓣稍微少了一点点，我们再调整，加一点花瓣进来。笔上干了，我们再来补充一点点底色啊。好，这里加一点啊，加一点胭脂哈，加一点胭脂。让它有整有碎哦，不要全部都是碎的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画一些深色的吧，先画一些深色，然后我们再来调整它的整体的一个花型，好不好？整体的花型我们待会儿再来调整。我们现在换一支笔啊，换一支笔，把另外一支笔把它洗一下，一定在画之前一定把笔洗一下，洗干净啊，洗干净，泡一下水，有水有滋润的时候，我们调色才会调得好。来洗一下，我们接下来深的花瓣要把颜色调多哈，调很多很多的这个颜色进来，来调饱满啊，一定要把颜色调饱满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把这个玫瑰红大胆的拉出来，调到整个笔肚哦。我现在是用的是2支笔啊，如果说你们不想买2支笔，1支笔也可以，你就用的时候去把它洗一下呗，洗一下就可以切换了。这个如果说不想买2支笔的情况下，就可以洗一下啊，然后蘸这个胭脂，那你也可以买2支笔哈，买2支笔交替来用啊。然后我们笔尖上可以蘸一点点黑色哈，亲爱的家人们。就是如果说你深不下去啊，这个黑色一直黑不了的时候，你可以加一点点黑色。好，加一点黑色。好，笔尖再来补充一点颜色，补充一点点黑色。
然后我们再补充一些花瓣的层次啊。有点干哈，笔上有点干，画不动的时候，咱们就加一点水进来，来补充一点水分进来。哇，刚刚画这朵花上面可能有一点点没有看到啊。好，补充这个深色啊，让它这个花瓣里面有一些深浅变化。好，我们再来补充一点水分。好，我们再来补充一点牡丹红，补充一点胭脂哈，补充一点牡丹红。我们再来把笔尖，如果太干了，我们用笔尖去蘸一点水。好，把笔洗一下。我们现在拿浅色的笔啊，拿浅色的笔。好，我们现在拿浅色这支笔，调一点这个牡丹红，调一点牡丹红，把这些有一些花瓣的根部想要加红一点，我们用浅色这支笔把这个根部的地方加红一点哈，
加红一点，让它过渡的更自然一点点哈。加一点，调一点牡丹红。好，这个根部稍微加深一点点啊。好，看一下哪里需要加深一点啊。好，不够深的地方，我们还可以再调整一下，来把这些地方调整一下。所以这些地方我们刚刚已经把它画成了这种深色，但是感觉干了之后还是不够深，不够深。你想它更深一点，我们还可以再加一点，再调整一下，让深的更深，让深的更深。这个花瓣被我搞坏了，还好啊，也不算坏了吧。但是花瓣有千万，它不一定说都一样。啊，我们只是说把它，想让它更深一点的，把它调得更深。好像这些角的地方，我们点一下，点一笔，点一笔深的，点一笔深色的，点一下就出来了啊，让深的更深。好，我们再来加一点底色啊，加一点底色，然后我们继续把这个底色先调一下，底色有一点沉淀了，我们调一下。好，我们来调整整个花型哈，调整花型。好，我们再来补充一点焦茶哈，再把后面这个花瓣，把底下这个花瓣稍微去调整一下，补充一点焦茶，深一点的颜色，稍微把后面这个花瓣稍微看一下哪里需要去调整的。稍微这一笔的话，感觉有一条线，不要让这条线太明显了啊。
就伸一些花瓣出来啊，伸一些花瓣出来，稍微调整一下整体的一个造型。好，基本上差不多啊，差不多，我们就这样吧。这朵花就这样吧，多重叠一下，它的层次会显得更多一些。然后看一下哪里需要有回笔的地方，稍微蘸一点点深色，比这个花瓣稍微深一点点的颜色，去回笔啊，去回笔。也切口的地方稍微回一点点笔，不要太明显了哈，亲爱的家人们。来，像这些浅浅的回，就是我发现有一些家人们回笔的时候就回的特别深，就千万不要回笔的时候不要回的太深了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就一定要浅啊，一定要浅。可以不回也可以回哈，就是你想回就回，不想回也没有问题。好，这朵花基本上就可以了，我们要加上花心。好，这个花心在这里啊，花心在这里。好，我们来点三绿啊，来点三绿，画一个花心，一点点三绿。好，这里这个花心啊，花心露出一点点啊，这个雌蕊就从中间露出一点点，露出一点点这个雌蕊出来，不要露太多，就是有一半的这个花，一半的花心。
这些地方可以跳出几颗啊，从这缝隙里面跳出几颗来。好，我们在旁边再来一朵哈，在旁边再来一朵。好，我们加一点底色。好，我们这个旁边我们再来一朵哈，再来一朵。这一朵我们看一下画个什么颜色。这朵我们不加其他颜色，直接这个玫瑰红、牡丹红、玫瑰红、牡丹红胭脂哈，不深不浅的，就是只是露一点点花出来。这个半朵要很少，因为这个边上的纸已经不多了。好，笔上一笔把它这个颜色都画完了，然后再蘸一点底色。来，再来补充一点玫瑰红。哇，颜色有点多。玫瑰红、牡丹红，然后胭脂。好，笔上又有点干啊，有点干，我们再加一点，补充一点底色，补充一点底色，再加一点颜色。好，这些缝隙里面加一点深色的。好，笔上干了，我们就再加一点底色，补充一点底色。
来，再补充一点底色。呀，这个颜色调的有点深了。好，把笔洗一下，洗一下，我们上面加一点浅一点的颜色。洗一下笔，然后我们再来调一下这个底色。好，越到上面这个花瓣越来越虚，沾一丁点颜色就可以了。再沾一点点啊。来，我们用这个花心，用这个藤黄加太白的这个花心来点上一些花心呢。看一下这个花心点在哪里呢？点在这了。好，点上几颗花心，就露出一点点花心就可以了。这两朵画的挺高的，我们看一下下一朵，我们构图啊，构图本来是下一朵更高一点，那我们现在把这两朵画高了，我们的构图可能要稍微修改一下，我们可能要把下一朵画矮一点了。这两朵画高了，我们下一朵就把它画矮一点吧。好，我们在这里画一朵，看是画高还是画矮，稍微矮一点点吧，稍微比这两朵矮一点点。那就画在这里吧，画一朵半开的吧，画一朵半开的。那么还是一样啊，用这个底色。把底色再调一下，调和一下，因为放一下它会有一些沉淀。
好，我们这里来画一朵。好，这旁边来一个花瓣啊，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玫瑰、牡丹红。好，这个花瓣再来一层，水分有一点点大。好，我们画一个半开的啊，一个半开的，再补充一点。来，笔尖上再来补充一点点深色的。来，我们再来补充一点底色啊，轻轻的去补充一点底色，然后调这个玫瑰红、牡丹红。笔尖有的时候可以调胭脂哈，可以不调。来包起来，慢慢把它包起来。现在慢慢颜色稍微深一点点啊，要深一点点。那我们包起来里面这些花瓣呢？里面这些花瓣我们是一层一层的还是怎么样的？那这种绣球型的包菜，里面就是各种大小的花瓣，各种大小的花瓣，任意的还是任意的去组合它。好，颜色一定要调久一点哈，调均匀点。到中间的这些花瓣的颜色都稍微深一些，亲爱的家人们。好，中间的颜色越来越深，要画出它的这个深浅变化啊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胭脂。中间的这个颜色是最深的啊，慢慢的到周围的又稍微变浅了一点点。再来补充一点颜色。来，我们再来补充一点底色，轻轻用笔肚去补充一下底色，然后再补充这个颜色啊，把盘子里面多余的颜色都用掉，补充这个牡丹红，还有这个胭脂。牡丹红、胭脂，这朵花的话就用盘子多余的颜色，剩余的颜色去把它用掉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这个牡丹红，补充一点胭脂。
好，这边我们看一下，要不要再来补充一个什么花瓣才行啊？来补充一点点胭脂，把这个深色地方根部这里加的更深一点，加更深一点，这里就蹭了一个反瓣出来啊，就自然就蹭了一个反瓣出来。好，就这样来一个绣球的半开的，绣球的半开，中间就是一些碎花瓣，碎花瓣，你可以随意去点开这些碎花瓣。花心的话可以点，也可以不点啊，不一定要点花心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开始画叶子了，亲爱的家人们。好，我们先来调一个画叶子的颜色，画嫩叶。嫩叶我们用三绿、藤黄。好，我们把笔洗一下哈，把笔洗一下，调这个三绿藤黄，调三绿藤黄。然后笔尖调胭脂啊，笔尖调胭脂。来，先画一个枝干。好，从这里出来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叶子怎么安排啊？好，这里肯定有叶子啊，有叶子。这些下面还有叶子啊，有叶子。那到后面还要跳出来一组，这后面要跳出来一组叶子才行哈，要跳出来一组，大概安排一下这个叶子的一个走向。那这个底下也可以啊，底下这个地方，底下也可以来一组叶子。底下这里啊，这里待会儿看啊，这个叶子在哪里？现在也不确定它放在哪里好，所以我们大概定一下位置啊，现在就是大概定一下这个叶子的位置，然后我们再来调一个画叶子的颜色。刚刚是画嫩叶子，那我们再调一个画老叶子。老叶子我们还是用这个花青藤黄，花青藤黄和墨。好，花青加藤黄，加水哈，我们来加水把它调和。好，我们还要加一点墨啊，加点墨。你看这个花青加藤黄，它是很绿的，它调出来是个绿色。那我们要画血液的，要稍微要有一点这个
墨韵味，所以我们要加点墨进来，不要让它的颜色太跳了啊。来加点墨，加点墨，再来调和，把它调成一个墨绿色。老师用手比一下它的花头的大小，可以吗？好，调好，我们可以放到一边备用哈。这个是一个墨绿色，墨绿色。那我们画的时候，笔肚里面有墨绿色，然后笔尖去蘸这个浓墨哈，笔尖蘸浓墨去画。好，我们开始哈。我们可以先画哪一组呢？先在这里画一组，按下去，提起来。好，然后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，这个是一片叶子了啊。那我们再加点墨，加点浓墨，把这个叶子，哎，这里现在是湿的，它有点覆盖不了。那我们可以等它干了之后再去覆盖啊。等它干了之后，我们再去加，或者是我们加点三绿，加点，来三绿，找一下三绿色去哪里了？三绿色有覆盖的能力，我们加一点三绿进来，把它覆盖一下。加点浓的三绿，因为三绿它是一个实色，实色它就有覆盖的这种能力啊。或者是你这个你等它干了之后，我们再去加它，现在可以不管它。好，我们再来继续来调点墨绿色，笔尖蘸浓墨。这一片叶子稍微有一点点圆哈，有一点点圆，尽量不要太圆了。但是已经画圆了就圆了，不用再去改它。好，再蘸点墨绿啊，笔肚里面蘸墨绿色，笔尖蘸这个浓墨。然后我们把这一组啊，看一下这一组这个叶子怎么画好。好，让它翻转过来。好，这组叶子让它有一种翻转过来的这种感觉哈，让它有一点翻转过来的感觉。好，我们不想下面这一组不想它那么浓，你就不用蘸墨绿，然后直接去蘸一点水，画一个稍微侧一点点啊，侧一点点的叶子。好，再来蘸一点水，蘸一点点墨。好，这里穿插一个穿插，让它这个叶子有前后关系，有这个穿插的这种关系在。好，这里还要来叶子哈，这里还要加一组叶子，先蘸一点墨绿，然后再蘸这个浓墨。啊，这个叶子和这一组叶子稍微有一些重叠，然后后面这些缝隙里面还有缝隙里面，我们可以加深一点啊，加深一点，因为这里在山的后面看不见，我们就再加深一点，让它后面还有层次，让感觉这里还有叶子，还有很多叶子，很密。好，密的地方就让它很密啊，密的地方让它很密。还是一样啊，笔肚里面蘸这个墨绿色，蘸墨绿色，笔尖蘸这个浓墨。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
好，蘸墨绿色，笔尖蘸浓墨。好，这边的叶子，这个地方再来一组，这个地方还是再先蘸点墨绿色，然后再蘸点浓墨。蘸点墨绿，笔尖蘸浓墨。有些叶子不一定说你要画整个，你画成半个也行。然后底下再来一些浅的，把笔洗一下，蘸一点点，画一些这种淡的层次在啊。好，让叶子要有深浅变化，有浓有淡，这个叶子才好看。好，这一组画的叶子就，这两组画的叶子就基本上先画这么多，待会儿我们后面再来，需要画的话我们再来看情况啊，需要的话再看情况，然后我们再画这边的。那画这边我们要把它移一下，画这种横幅的话就是不方便，就是要移来移去的。移来移去的。好，我们来继续来画一个嫩枝干啊。好，看一下这个枝干怎么长。哇，差点水掉下来了。好，我这用的大笔，而且水分有点大，所以不好控制。大家一定不要用太大的这个笔啊。往这里画一支短一点的。好，这里来一组。两组一组。好，我们先就画这么多叶子，我们待会儿再看情况，再看情况去加。啊，这下面画一些花托。好，画几个花托。来，我们先画一组嫩叶啊，这里先画一组嫩叶。嫩叶我们就用这个三绿藤黄，还有这个胭脂。三绿藤黄胭脂画一组嫩叶。好，这里先来了一组嫩叶啊，然后这一组叶子我们还是画那个老叶子一样的颜色，还是那个墨绿色，然后加这个浓墨。
好，蘸点墨绿，蘸点浓墨。我现在因为有点远，我的感觉有点画不够。墨绿，笔尖蘸浓墨。你看这边多，我们这边就画一片就好了，让它形成一个多少的对比关系。好，底下我们再来画一组啊，底下这里还是用这个墨绿，然后蘸浓墨。好，就这么多啊。我们再来补充一下它的这个，叶柄啊。那我们勾一下叶筋吧，勾一下叶筋，然后再来看整体，看一下有没有需要调整的。哦，这个叶柄还有没补到的？好，叶柄补上之后，我们来勾叶筋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勾叶筋。早就要勾叶筋了，稍微有一点点干。
那这幅作品我们可能先画到这里啊，画到这里就差不多。我们到后面如果要再去加什么的话，后面本身构图后面还要加石头，我要不一定加哈。有的时候现场创作的话，一下子就想的没有那么完美。目前就这样子哈，目前这幅作品就这样做，这样给大家看一下。